各位观众大家好呀，好久不见啊！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上手把玩一番这个爱立和最新推出的 HC5这条小尾巴。首先从配置参数上面来看呢，爱立和给的其实没有国产的小尾巴那么详细啊。像我们很多国产的小尾巴，它会给你详细的打出来啊，我这个推力是多少等等等等这样的数据。爱立和呢，它整个的产品比较核心的点，我们看到还是在它使用了 AK4499E 这块芯片上面。这块旗舰级别的解码芯片呢，我们确实之前从未有在这个小尾巴这种产品上，来看到有任何厂家愿意运用这块芯片啊。本身这块芯片作为一个旗舰级的解码芯片呢，它一定是素质非常高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对更高的能耗。之所以呢，我们很难看到这种旗舰级别的芯片去放到这个小尾巴产品上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厂家在推出小尾巴的时候呢，不能一味的去堆砌配置啊。它是由这个 USB 线连接我们手机，然后它负责一个解码和放大，电池和操控呢，全部是由我们手机来完成的。同样重中之重的这个供电部分呢，也是由我们手机的 C 口来负责完成。那如果我这个小尾巴它的这个耗电量非常庞大，那可能我的这个手机的 USB 接口压根就负担不出来这么大的功率，或者说哪怕它能负担出来这么大的功率呢，也会带来手机电池的一个非常快速的消耗。所以说厂家在调教一款解码芯片到我们的小尾巴产品里面，一定是要去平衡一些功耗和实际效果的展现的。外观体积方面呢，这次 HC5 的外观设计语言是和之前有所不同。比方说它之前的几代小尾巴产品，比方说 HC2 啦、HC3 啦、HC4 啦，这些小尾巴产品呢，都有折角和光影呈现的这种外观设计的风格。这次 HC5 呢，是比较例外的用直线和圆弧来做了设计语言。整个的外观呢是呈现一个长方体的造型。小尾巴两边呢是稍微往里面凹了一些，因为小尾巴两边的内凹设计，所以说我们在滑动这块滚轮的时候呢，手感它做的还是不错的。同时滚轮的高度呢没有比小尾巴的这个侧面明显的高出来，所以说我们放到口袋里面去听的时候呢，应该是不太容易出现误触滚轮猛地给拉上去或者猛地减小这种影响我们实际使用体验的这种情况。相比于以往的 AK 的小尾巴不同的是，这次 HC5 是给到了我们一块这个小的液晶显示屏，包括一些歌曲的基本信息啦、模式啦、音量等等，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款小尾巴来快速的获取到我们需要的信息。菜单操作逻辑呢比较简单，但是和我们之前见到的一些小尾巴不太一样啊。它的这个滚轮呢不涉及菜单的操作，只负责调整音量。它的全部的模式选择呢都是由侧边的这个按键来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长按按键进入菜单的细分选项。至于配件线材方面呢，它给到的这两根 USB 线材和之前的 HC4 这代产品是保持了一致的，也是 AK 家的比较高水准的这个 USB 线缆。这根线材的优点呢，我认为还是在于它在这个中间呢是使用到了这个尼龙的一个包覆，所以说在抗弯折方面呢，会做的要稍好一些。小尾巴的这个 USB 连接线呢，它其实是有一点消耗品的这个属性，毕竟这个东西我可能使用的时候它是要挂在手机的背面，或者说是和手机一样放到裤兜里面。这个 USB 线呢是非常容易受到弯折的。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用的相对频率更高一些的话，甚至于2-3个月我可能就要换一条这个小尾巴的这种 USB OTG 线了啊。那 AK 的这根线呢，因为它较好的质量呢，也是相对应的延长了这个 USB 的使用寿命啊。我认为这一点还是值得各家厂商去学习的。好，说完了外观和参数，我们还是重点来探讨一下这个小尾巴的声音表现。毕竟你的解码阵容都放到这么豪华了，声音做的过不去，那是太不应该了。当然 AK 毕竟是老牌的播放器厂商，在聆听之后呢，我觉得它的声音表现还是比较让我满意和惊喜的。整体的声音风格呢，是 AK 一贯的比较清晰锐利，声音突出一个线条感、透明度和清澈感的这样的传统的 AK 风格的调音。我们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呢，会觉得声音的透明度非常的高，尤其是聆听一些流行歌曲的时候呢，会给人一种非常流畅的顺滑的感觉。声场呢，在所有的小尾巴里面，我认为也做的是比较大的，非常的规整，带有比较强的空气感。在聆听一些 live 现场的这些录音的时候呢，放眼市场我听过的这么多小尾巴里面，我认为它绝对也排得上是数一数二的，给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空间方面的感受。
整体的信息量素质方面呢，确实也是不愧于这个 AK4499E 这块芯片的运用。分离度还有整个的声音的层次感呢，都非常的到位。哪怕是接驳一些超级键级别的塞子，我认为这个 HC5这款小尾巴，它能给到的信息量呢，也是能满足个7788的。同时，推力方面，我认为 HC5这款小尾巴相比于它的前代产品，甚至于市面上的同级别竞品，也是完全不输的。面对一些比较难推的平板耳塞，比方说爱立和自己家的 Luna 这种塞子啊，这个耳机呢就比较的难搭配。一方面，它是一个单平板的结构，这种单平板的结构呢，对于整体的前端的推力要求就相对较高。如果我手头的设备给到的推力不足的话，很容易推出所谓的恶声啊，动态呢就打不太开，声音呢比较干瘪干燥，很难称得上是好听了。但是在接驳 HC5这款小尾巴的时候呢，我认为两者还是相得益彰的。我在使用这一套搭配去聆听一些女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Luna 的比较清澈的那种女声表现基本上是发挥得出来的，不会出现干涩的情况。除了多单元旗舰和平板式耳塞，HC5和 Acouston 最新推出的 HS3000这款超级键级别的动圈搭配起来呢，声音效果也非常的不错。整体呢声场非常宽松，无论是聆听一些音乐现场，还有古典乐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结合 HC5比较优秀的解码能力，给到的这个比较磅礴的信息量，再加上 HS3000较为突出的声音的分离度和这个微动态的展现，这一套搭配，我无论是聆听一些古典大编制器乐，还有一些流行音乐会的现场体验，都可以说是让人如痴如醉，沉浸其中的。综上所述，如果您对前端的声场、解码能力、信息量，还有比较清新清澈这样的声碟比较喜爱的话，我觉得这款 HC5就完全可能是您的菜了。作为一款小尾巴，它在推力和整体的解码素质方面呢，都做的还是比较的优秀，完全不愧于 AK 之名和旗舰小尾巴之名的。如果对于一些喜欢轻装上阵的朋友来讲，我觉得 HC5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